Hello， 大家好。这一期的话，我们来看安倍萨绝活哥的一个刷野抓人思路。这里的话，他也是打5排啊，然后带了4个粉丝水友一块打。像安倍萨的话，前期刷野速度还是蛮慢的，但一样有是吧？你把野怪拉扯好的话，你一样能学到一些他的拉野技巧，就是一样可以提高他的速度。你看这里面就有一个小技巧，一定要去学会说看他的那个野怪的血量的时候的一个站位，还有一个技能释放，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失误。如果没那个失误的话，可以快个2-3秒的。这里知道对方是选择红开，那这样的话，他往蓝区刷的话，对吧？他已经出来吃河道蟹了，就是这么的快呀！对面的，不过应该他没有刷3狼的，他应该是直接选择拿了蓝 buff 以后3级，直接去吃那个河道蟹，然后回头再去吃那个，亦或者说他这时候有可能又跑去上路，把上路河道蟹给吃了。因为他打这里面绝活哥打了探照的话，他知道打野是在下半野区，对方打野。这里中路5级被逮住了，那应该是上半河道蟹也被吃掉了的。他应该是没打一些野怪，石头没有打，然后现在才去打石头。他刷完石头以后，紧接着回下路去刷3狼和蛤蟆，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刷野思路了。或者说他已经刷了蛤蟆，但3狼没有刷，他一定是选择没有刷其中一只野怪。像这里面的话，就要去提醒下路，对方打野应该在下半野区的，不能一直这么压。这边雪人直接来抓了，那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是放弃了上半野区的。刚刚刷了石头，那红 buff 和 F4。就还在，然后去利用这里面对方没有抓到人的一个间隙去反野拿经济，这样的话前期的一个劣势就勉强的赚回来了。这里直接中路往下路赶，这里的话是可以打的，大招看看能抓到谁。抓到对面的薇恩，直接越塔。这里面射手那些扛塔扛死了嘛？还真是，可能吃塔伤害吃太多了。对面射手复活了，这种情况下其实来反也不是很理智，不好打。刚刚如果已经没技能了，有技能的话可以抢一抢，但没技能就赶紧拉开。
像安贝萨这个英雄呢，因为他虽然说每段技能都有个位移效果哈，但他不能把技能拿来当位移去，他只能E技能可以，但就去做一个小位移的一个是吧，穿墙或者说贴近对方的一个过程，但他没有大招的话，他抓人其实就是有大招和没大招抓人的时候就完全是两个样。有大招他可以主动一点，没大招的话他就必须得队友去拖住，然后再贴近去抓，这个过程就跟那个盲僧啊、男刀啊就差距很大了。所以这就是安贝萨前期抓人没那么好，没那么有优势的一个点。所以好多的话都还是选择让安贝萨去打线上，大部分还是，但是也有人会选择拿来打野啊，但优势没那么大而已。这里的话，小龙的话是拿不到了，这边只会队友过来拿小龙。这里的话，技能全交，惩戒也交了。先锋不知道能不能拿下来哦，因为刚刚鳄鱼往这边靠的话，那个先锋里面是有眼的，但他们没排到。这里面有个点就是对面一直有视野在龙坑那个先锋的这个坑里面，所以其实睁眼插到里面去，没有视野的话，对方还可能会忌惮一点。这种光的视野的话，我对面完全就不怕了。那这波前期算是进入到了一个小劣势，看他怎么去利用奥奇应云再打回来吧。因为5v5的话，他们这种5排，那肯定就是得有一些运营的，不像单排一样。单排的话，你看队友有运营就有，队友没有就全都没有，就只能打架，然后自己吃经济。雪人后手抓到维恩，这种情况下就去往前打就行了，但对面雪人跑得很快。这里的话得让辅助继续看着点射手，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发条已经漏了一下了。如果那个还是让那个射手一个人推到2塔的话，对面发条肯定会过来抓这个射手的。像这里面选择第2件做破盾，破盾这件装备呢，首先一个点便宜，第二性价比很高，因为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局里面，对面狗熊有盾，发条有盾，维恩吃辅助又有盾，对吧？对面打野努努又有盾，所以它的性价比都是很高的。而且便宜的过程中呢，能增快自己的发育空间。你下一件装备，对吧？你只需要，就不会说啊，因为上一件是因为很贵的装备，然后下一件就会卡时间线上。这里的话，过来帮盖伦把上路给拔了。这里的话，其实可以压过来的，对面一点小野怪都没有。过来，这里盖伦一直在塔边，
说实话，这盖伦看不下去。说实话，这里面盖伦一点用没有，打完一套他应该就要去直接去扛塔的，而不是让打野去扛塔的。这里的话，让队友过来支援一下，中路线已经推过去了，对面打野已经跑了的。这里打点状态回来。这里让盖伦进去扛，但没兵线了，又跑进去。哦，有可能是他没有开麦，然后是听了那个直播间的那个延迟的那个九猴哥这边开的直播的时候嘛，然后他那个有延迟的，有点裂开了。这种第一时间都没办法那个。那对面已经拿了2条龙了。像这种情况下，就是要么让永恩或者盖伦去带，但这里盖伦的话，因为带了传送，反倒是他更好的一些吧。永恩带的话其实不差的，永恩可以打完以后过来支援，但既然盖伦有传送，他会就是支援的更简单一些。这里直接打人就可以了。一技能拉回去爆了一下，这里留下这个雪人，雪人闪现又拉开了。这种发条又在下路出现，对面打野也没有状态，就可以直接拿龙了。你看这种情况下，这个眼必须得插在这个位置才能照到那个里面那边，如果你插到河道那边是排不到对方那个眼的。盖伦像刚刚他应该分心去看一下这边龙的状态，如果说龙已经就剩下一些血，对面也抢不到的时候，就应该往后走了，他已经不需要待在那个位置了。可以看得出来，这水友的成分还是并不是很高啊。像，其实我这里又说回来一个点啊，就是你说这种分段，你说他有没有学习的价值，是有的，可能不能像那种高端局一样那种意识很好、配合很好，但你也不可能排到那种啊，你一个钻石啊，天天给你排4个啊，传说局队友是吧？巅峰传说局队友，那真的是官方追着你喊爸爸的，真的是。像这种过程中，就是聪明的人呢是什么呢？他能看到别人的错误，然后让自己回避掉这种错误。稍微有些脑子的人呢，就会看到就是说自己经历过以后，然后去改掉这个错误。然后最怕的就是那种大傻逼，是吧？自己犯了错啊，看到别人也犯了错，自己也不懂得去改正或者回避这个问题，那就没办法了。那种就是真的，这里队友打了起来，这里接一下就行了，打不了的。然后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对面又不肯追，像这里的话，其实3件套以后发力期就已经到了。这种情况下，就是对面射手最难受的一个点，他们就很稳，不敢直接打。对面射手的话，怎么都得4件套。看这里队友打了上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开一波。
对面努努也不敢直接开啊，这种的话就只能准备小龙团了。哦，这里小龙团对面很过来接，这里大中了，对面的射手是残血，只要追到底就好了。这里可以看到，只要安倍萨不被集火或者说控制要被秒掉的话，其实安倍萨还是很强，就是那伤害很强势的。但唯独差的他首先一个点就是坦度不是很高。他终究还是一个战士，而且没有除了大招以后没有一个强控制技能，所以他普通技能的话，只能说是在团战里面去拉扯对方。这样的话，拿到小龙的话就没有龙魂了，小龙的压力就解除了。下一波的话就可以就是解除掉这个压力以后，去尝试拿大龙做一波团了。就像怎么说呢，玩游戏这样子，一定要动脑子啊！不动脑子，首先你有点你啥也学不到，然后又害人害己啊！一天玩完以后然后就在那抱怨什么什么那个啥的，那你不如直接去玩 PVE 游戏对吧？开挂是吧？甚至什么和这种联机的是吧？然后跟队友一起，然后你开挂，然后队友说杰哥好强就这样子。我觉得你这样子可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反正我觉得有好多这样的人，像这种就千万不能直接开进去你开进去100%被集火。必须得让这两个肉去吸收一些伤害。那里有个眼的，所以没人排得掉。这里可以看得到队友都带了，好像都没带那种针眼或者说扫描。射手那辅助应该回去换扫描吧。像这局的话可以看到，就是只需要开到对面的C 位就行了，因为对面努努是做肉的，不是那种法术的那种装备。这里把眼都排掉。中路永恩大招拉开，可惜还是死了。但对面薇恩这么追的话，其实犯了大忌，不能这么追的。大招找到机会，就打这种持续伤害，对方爆发伤害不够高的话，其实打不过安倍萨。这里其实可以不用打下去了，但对面诺诺还要打。那可以拿龙了，其实3个人，盖伦只要扛得住伤害，盖伦的血量会一直回的。盖伦的血量是回了一半，让他去吃大龙的低 buff 就够了。这里的话想反一下对面的野，然后吃一下经济，想把最后一件复活甲给做出来。但我感觉有点拖节奏。他能吃掉这波兵线，他吃不到那波兵线的话，应该是做不了那个的，没机会了。赶紧拉开。永恩上去秒掉了薇恩，他还上了，那上了的话就把人头会给送掉了。这里面就卡了一下装备。他其实去吃那波兵线都可以尝试着把那个复活甲给做出来。这里大招其实可以甩对方，但甩不到，那就直接开远古龙就好了。这打龙速度很快。
这里的话不能直接开人就行了，因为少人嘛。先手在这边，对面首先没有薇恩，这个等于就是少了一个 C 位。射手在后期的作用是很大的，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一波了。好，那第一局就到这了，后面还有一局啊，欢迎大家接着往下看。